8月27日，广西贺州的一名男子带着摄影机外出拍摄外景，突然路边窜出一只怪异的小兽，见了人也不跑，而是直愣愣地待在原地。只见它体型像狗，长相像鹿，长着一个黑鼻头，耳朵有几分像兔耳，灰黑色的毛发上还有着白色的斑纹，像是梅花鹿，看起来十分可爱。这里是万物灵，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这只小兽站在草丛之间，男子从路边揪了把草，想要喂给它，但它却四处扭头张望，并不打算接受男子的好意，还发出有点像猫又有点像幼犬的叫声。男子也认不出来这是什么生物，还想伸手去摸，小兽一矮身子就躲了过去，看起来胆子挺小，但奇怪的是，它却一直留在原地，没有逃跑。男子不由发出感叹，好想抱回家养，可以带回去当狗狗养吗？网友看到视频纷纷调侃道：“我看行，你最好查清楚再养，要不突如其来的集体生活怕你接受不了。你养它，国家养你。旁边一堆草，为什么你会觉得它稀罕你手里那2根？”但也有网友一下认出了这只小兽的真实身份，这是黄金的幼崽了。黄金学名叫做赤脊，是我国的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当然是不能私自带回家饲养了。男子也表示，只是拍了视频，没有把这只黄金幼崽带回家。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只黄金发出惊叫，拒绝抚摸和喂食，看起来十分害怕。黄金的胆子很小，在受惊过度时，甚至会出现不敢动的情况，这可能就是它没有逃跑的原因。网友们也指出了男子在视频中犯的一个错误，试图用手抚摸这只黄金幼崽。首先，这种行为可能被认为是攻击前兆，导致一些野生动物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发起攻击。哪怕是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动物也是一样。比如视频里出现的黄金幼崽，虽然它还没长脚，但是黄金的上犬齿其实很长，是它们用来自保的主要工具。如果是成年的雄性黄金，上犬齿能长到5厘米，如同一把锐利的小匕首，能够轻易划伤人类的皮肤。曾经就有人见过黄金用上犬齿划开了一条狗的前腿。第二，气味是很多动物辨别自己孩子的重要途径，它们的嗅觉都很灵敏。当这些幼崽身上沾到了陌生的气味，很可能导致这些动物认不出自己的幼崽，将它们抛弃。有些动物甚至会把这些气味当作危险的信号，然后主动杀死这些幼崽。比如一些母猫就会杀死沾上陌生气味的小猫崽。很多人第一次见到黄金这种动物，都会把它当成鹿的幼崽，特别是它的幼崽身上还有白色斑纹，总让人怀疑它和梅花鹿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黄金的幼崽看起来和狗差不多大，即使成年的黄金也不大，一般体重在20到30公斤左右，体长只有1米多，还会发出像狗叫一般的声音，因此也被叫做吠鹿。成年的黄金毛色为红棕色，冬天为暗褐色，白色的斑纹也消失不见，臀部内侧和尾巴下面是纯白色。当它们受到惊吓，就会扬起尾巴，露出下面的白毛来做警示，然后低下头，用跳跃的方式飞快逃跑。只不过翘起屁股这种方式真能警示对手吗？熊探长表示怀疑。黄金逃跑的速度不慢，据说曾经有人打猎时惊动了一只黄金，结果它一溜烟就钻进了林子里，再想抓到它，就得几个猎人带着10几条猎犬围追堵截才行。黄金的天敌很多，基本任何中大型动物都能捕食它们，它们因此也养成了机警胆小的性格，还拥有灵敏的听觉，那双像雷达一样的大耳朵就是证明。胆小如鼠就是用来形容黄金了。它们白天通常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直到昏沉时才外出活动。即使是附近传来一声突然的鸟叫，也会让它们马上警觉起来，准备逃跑。因为这一惊一乍的性格，才被人们叫做黄金。如果被猎食者偷袭成功，受伤见血了，黄金还可能会吓得不敢走动，最后被轻松猎杀。而且即便是将它活捉，它也会因为害怕拒绝进食和喝水，最后绝食而死。黄金和鹿科动物还有一些不同，最显眼的就是它的脚了。以梅花鹿为例，它们的脚长得很大，向两侧弯曲，而且还会有4个分叉。但黄金不一样，它的脚是往脑袋后面长的，而且还会向后弯曲，顶端会变得尖锐一些，看起来倒更像某些山羊。
陆科动物可以靠长没长角来区别公母，而黄鲸还有一种分辨雌雄的方法，那就是看它们的脸。雄性的黄鲸面部从鼻端到脚有一个形似大写字母 Y 的黑色纹路，而雌性的黄鲸则是在额头上有一块像是盾牌形状的黑斑。而再仔细观察一下，会发现黄鲸额头上有一处 V 字形的缝隙，这当然不是伤口，而是它们的额线。在它们的下眼角还有一个可以张开的眶下线，有时黄鲸会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自己的眼睛以做清洁。这3个腺体当然也有自己的用处，那就是用来划分领地。胆小如鼠的黄鲸受伤后会被吓得不敢动弹，白白成为掠食者的盘中餐，但它们却是坚定的独居主义者，还有很强的领地意识。黄鲸会利用自己额头和眼角的腺体来划分领地范围，在被掠食者追捕逃跑后，无论跑得多远，它都会跑回自己原本的活动区域。它们一边行走，一边把头低到额头和地面平行，然后再张开这2个腺体，将分泌物进行涂抹，再排出几滴尿液或几滴粪粒，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领地的划分。一只雄性黄鲸的领地大约有1万平方米以上，也就是1公顷以上，只允许雌性黄鲸进入。如果有雄性踏入，那么双方就要有一场大战了。胆小如鼠的黄鲸只有这时才显得勇敢无畏。它们之间的战斗，除了用头上的尖角，也会使用自己长达5厘米的獠牙来进行攻击。胜利的黄鲸可以占领1到2只雌性的领地，和它们组成一个大家庭。不过，除了雌性黄鲸会带着自己的幼崽外，平时它们仍然是分开活动。这种独居和领地意识可能是为了防止被捕食者一网打尽而演化出来的。黄鲸的繁殖能力很强，它们是全年都可发情的动物。雌性怀孕后7个月就能生下一只幼崽，分娩过后2-3天就能再次交配，因此扩散得很快。在我国的南方许多省份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倒也没有濒危的风险。黄鲸身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那就是它们的染色体。它们是世界上人类已知的染色体数量最少的哺乳动物，比起果蝇的8条染色体还少，而且雌性和雄性的染色体数量还不一样，雄性拥有7条染色体，雌性只有6条。不过它们的染色体非常长，因此有种说法认为，黄鲸的染色体是在演化的过程中末端相互融合并逐渐流传了下来，形成了今天黄鲸这样特殊的染色体构造。更有趣的是，它们有一个近亲名为小脊，外表上2个物种高度相似，甚至黄鲸也有个别名叫小脊，让人傻分不清楚。但它们的染色体数量却有巨大的差异，小脊的染色体数量足有46个，但经过实验，它们俩竟然能成功杂交产生后代。黄鲸奇特的染色体在基因和遗传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更多视角，充满了研究价值，也就不难理解它为何被列入国家3有保护动物了。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